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这个。现在要做出这个影片需要2个工具，一个是做出 AI 虚拟角色，所以一个生图片的，有免费版有付费版。今天我们教的是 Midjourney， 1个月是10块美金。那另外一个就会是把角色放进影片，我们用的是 Pika， 它现在有8次的免费试用，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去玩。你可以看下面的时间轴，你可以看到有4个章节。第一个章节我们要来挑 AI 生图片的模型，有免费的有付费的，它们到底差在哪里？第2个章节我们就要来学怎么样去跟 Midjourney 下指令。大部分的 AI 生图片的逻辑都一样，所以就算你今天不是用 Midjourney 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学完之后再去用在其他的 AI 生图片的软体。那么第3个章节我们要来学 Pika 这个把角色放到影片的方法，很简单很简单，所以不要担心。那么最后一个章节我会分享我的剪辑心法，在剪这支影片的时候我当时是什么想法，然后可以怎么样去拍出一个类似的影片。以上就是4个章节，那我们就第1个章节见咯。欢迎来到第1个章节。那么在这个章节我们要来挑模型。那么 ChatGPT 跟 Gemini 我相信大家是比较常见的，那他们生出来的图片 AI 感是真的有一点太重了，但是他们可以无限生。那再来就会是 Stable Diffusion， 这个我很喜欢，以后我们会出一个教学来教大家怎么用它来生图片，因为它可以免费生，而且可以生得非常非常的好。那么再来就会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Flux， 因为 Flux 它最近很红，然后它有很多软体可以让你去免费的使用。那么 Leonardo AI 就是其中一个可以用到 Flux 的工具，所以如果在这个影片你想要免费生 AI 的角色的话，我会推荐你使用 Leonardo AI。 在那个影片那个粉红色头发的女生，我是使用 Midjourney 生出来的。那 Midjourney 为什么这么好用？是因为它有一个滤镜，你如果指令没有下得很好也没有关系， Midjourney 它会帮你美化你要生成的东西。那 Midjourney 1个月多少钱？它1个月是10块美金，大概是300块左右台币。那如果你去看次数的话，它1个月大概可以生200次，所以平均生1次是 1.5 块，这样4张图片是1次，然后这4张图片是1次，所以 1.5 块 1.5 块 1.5 块，老实说挺便宜的。假设你现在已经决定要使用 Midjourney 了，那我们就打开 Google 搜寻 Midjourney， 你可以看到第1个有一个小帆船的符号，点下去之后，虽然你没有注册过，虽然你完全没看过这个画面，但是你可以直接按右下角的 Login， 有时候它会出现在中间，就看它在哪里，找这个黄色的 Login。 原因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软体以及网站都有提供 Google 登入，所以你就只要按 Continue with Google， 就不用再输入你的名字啦，再输入你的信箱都不用了。这边输入我的信箱。好，进来之后你会看到左上角，这是 Explore， 这个是预设的画面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家生的图片，如果你看到一张你很喜欢的，比如说这个，这是怎么做出来的？你把它点开来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指令是怎么写的，所以挺有趣，这里每天都会更新。点开来看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写的指令。那今天我们会专注在怎么样生出一个角色，所以之后我们会再出一个完整的 Midjourney 的教学给大家。那这边如果你想要生成的话，你就点左边，这里有一个小画刷，一个笔刷，点下去之后你可以看这里已经有生过图片了。如果是你的这个账号应该1张图片都没有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按上面这里就可以生成图片，点下去他会说付钱，请你付钱我才可以给你用。现在 Midjourney 不提供这个免费版的试用，以前有的，但现在没有了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
一个月是$10。所以如果你确定了，没问题了，来，我们来刷卡。这里你会看到它从$10变成8块，我有很多朋友在这边遭殃了。它为什么便宜20%？是因为它年缴，它20% off billed annually， 很可怕，这个是预设的状态，所以我很多朋友没有看价钱刷下去，就直接就刷1年。那你可能会想，那如果很好用，我干嘛不买1年就好了？你要想，现在 AI 发展的速度有点太快了，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过2个月之后，我就有更喜欢的 AI 生图片的软体。所以我就算已经订阅了2年，我到今天都还是买月费的版本。那怎么切成月费呢？在右边有一个 monthly bill， 嘿，点下去之后，你就可以按这个 subscribe 去把你的卡刷下去。好，当你刷卡之后，你应该在按 create 之后，这里它就会变了，它就会变成 What will you imagine？ 你想要生什么图片？你想要生什么图片？那这边我就可以先随便生一个 elephant， 又或者说我想要生一个 house， 都可以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我们在用 Midjourney 生图片的时候，我们不用跟他说，拜托帮我生成一张什么样的图片。然后在这里，你只要输入一个字，一个关键字，它就可以生图片出来。在这里，你只要输入一个字，一个关键字，它就可以生图片出来。它跟 ChatGPT 差在哪？ ChatGPT 它背后的数据是很多的文章，是很多的书籍，有很多的句子。但是 Midjourney 或是其他任何的 AI 软体，它们背后的数据是什么？是大量的图片。所以在这一个生图片的软体后面，就没有那些请帮我生成或是帮我生一张图片，没有这个帮，不用写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他们根本就是不同国家的人，然后他们就有不同的沟通方式。好，那这个指令应该要怎么写呢？如果今天我们要生角色的话，我们第一个要放的就会是 W， 第一个 W 叫做 Who， 谁，所以一个指令我就可以说 A 25 years old girl， 一个25岁的女生。那在写一个指令的时候，它其实有3个 W， 第一个 W 是 Who， 是谁，第二个 W 叫做 What， 这个人在做什么，第三个 W 叫 Where， 他在哪里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它会有3个 W 哦。那我可以按上下左右的上，你就可以回到上一步。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V， 这个 V 是版本的意思，你可以不用理它。那这边我就可以在这个 W 后面，我就说 What， 他在干嘛？他在 sleeping。然后在哪里？在 bedroom。所以3个 W， 第一个 W 是 Who， 第二个 W 是 What， 第三个 W 是 Where。它不仅限于人，它也可以是物体，所以我可以说 water bottle， 一个水瓶，然后我可以说 sitting on the table， 然后在哪里呢？假设在 indoor， 就在室内。那你说我可不可以用中文或是用其他的语言？还不行，现在 Midjourney 只支援英文输入，所以如果你有语言的需求，你可以请 ChatGPT 帮你把你的指令翻译成英文。好，那现在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 Midjourney 指令撰写方法。3个 W， 第一个 W 是 Who， 谁，第二个 W 是What， 那第三个 W 就会是 Where。
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学的是怎么样让这个图片最适合给皮卡，怎么样让这个图片的真实感更高。所以再来，我们要来教一个小技巧。这个技巧呢，就是在指令的前面加上 portrait。所以当我在这个指令前面加上 a portrait of a 25 years old girl sleeping bedroom。什么是 portrait？ 人像。我们在拿 iPhone 的时候，除了它一开始的 photo， 右边不是有一个人像或是 portrait 吗？那个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拍人像的时候，你可以用的。所以这个技巧可以让整个图片看起来画质更高。那当然，除了 portrait 以外，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指令里面去跟他说，把画质变得更高。这个是第二个技巧。所以我可以在后面，我可以加一个 natural， 让它更自然。我也可以跟他说 realistic， 更加的写实。有没有？你觉得它更加写实了？那你会发现它的这一个国籍好像会变，因为你在指令里面其实并没有说他是哪一国的人。我们在写指令的时候啊，我会希望它是越写越长，并不是像 ChatGPT 帮你写指令，然后写的很大一个 Midjourney 的指令，那个其实没有比较好。反而是你在写指令的时候啊，你去慢慢把这个指令变长。所以这边我可能就可以说它是 Japanese。好，那现在我要教第三个技巧。在 Midjourney 啊，它其实是开着滤镜的，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它有一个好处是，你的指令不用写得很漂亮，你也可以生出很漂亮的图片。那是因为 Midjourney 它自带滤镜，但这个滤镜也会让 AI 看起来这个图片有一点假假的，那个 AI 感会有点太强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它的滤镜关掉。那么关掉的方法呢？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 dash dash？ 我在后面空格也做一个 dash dash， 这个叫参数，叫 parameter， 它跟前面的指令是分开的。所以我在 dash dash 我打 style 空格 raw 送出去。你有没有发现它不是出现在上面的指令，它是出现在下面的参数。当它出现在下面，它才是有效的参数。这个参数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我把滤镜关掉了。好，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图片它的风格不一，对不对？它有些看起来是真的，有些看起来是插画。所以这里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定义它是什么相机拍出来的。我在这边准备了一个那个 camera type， 那你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这个资讯，你可以去挑你喜欢的相机。所以你看哦，假设这边我可以在这后面逗号加上一个相机的型号。不止相机的型号，你还可以在这个相机的后面，你跟他说它的光圈，它的这个快门速度要多少，这个都可以调整。所以我如果这边打 f-stop 2.8， 它的景深那个感觉就会出来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用了相机类型之后，它的这个图片就变得非常非常真实。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图片可能很难给皮卡去用，因为它是侧脸的，然后可能眼睛也是闭起来的。如果我们要给皮卡去使用那个角色的话，它应该要跟我们护照的大头贴一样。不然你看，如果今天你把这个图片放在你的护照上面，你去过海关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比较难看你的脸，就是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跟护照是同一个人。所以啊，这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睡觉跟房间拿掉。那要改在哪里呢？背景要在哪里比较好？把它改在白色的背景，因为白色的背景这个皮卡会比较好把这个角色拿出来用。所以我可以打一个 white background。那他在做什么？
因为它是大头贴照，所以我可能就说它就在微笑 smiling。 所以你看哦，虽然我们的指令变得很长，但其实都是3个 W。 第一个 W A portrait of a 25 years old girl who。 第二个 smiling 是他的 what， 他正在做什么事情。然后第三个 W 是 where， 他在哪里，所以是 white background。 好，假设你没有看到你喜欢的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按上下左右的上，再升一次，上，再升一次。我们在这里加一个 cute 吧，我喜欢可爱类型的。OK， 假设我拿这个照片好了，假设你挑了一张你喜欢的图片了，所以你现在有你的虚拟角色咯。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，我希望它腰部以上是可以出现的，因为我希望它可以穿不同的衣服。怎么做呢？你在点开图片之后，右下角有一个 Editor， 点它，然后你有没有看这个角角？你可以拖，所以这里大概是衣服，然后腰大概在这边，所以我把它移到中间。好，那我这边按下 Submit 之后，它就会帮我把剩下白色的东西去给它生成出来，中间这个就不会变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你有没有发现它只有这个地方被保留着，然后剩下的地方就是它新生出来的。那你看哦，因为它旁边这个黑黑的地方让它在生成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状况，所以我这里要做的事情是一样按 Editor， 我要把这个黑黑的地方给它涂掉。好，再升一次。所以现在它生出了一个我们喜欢的角色了，所以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有自己喜欢的一个 AI 虚拟角色咯。到这个阶段我们要来做的事情就会是帮他换衣服，因为如果等一下去皮卡生影片的时候他都穿着同一套衣服，就会有一点太无聊了。所以呢，这里我就一样 Editor， 然后把这个笔刷拉大一点，把他的衣服全部涂掉，脸要保留着，然后我可以按 Submit， 你可以看左边的这个预览，它就会生成不一样的衣服，但是这个衣服很有可能就会是类似的，因为你并没有说他要穿什么衣服在这个指令里面。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，在第二个 W what 的地方就说 wearing 穿什么呢？我这边有准备一个表格给大家，在这里12套衣服，那有现代啊、古代啊、奇幻都可以换一个 kimono， 大家在影片看到的和服 kimono 是一样，这里我改成 kimono。 我们再来一个，我们来换一个比较现代一点的吧，一个 leather jacket， 你也可以在前面加上颜色，所以加上 black leather jacket。 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这个角色穿着和服的照片，然后这个是穿着黑色的这个皮衣。所以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，我会希望你已经有一个角色，然后这个角色他穿着很多很多件衣服。最后，如果你已经有确定他要穿的衣服之后，你可以在右键这里有个 Upscale 点 Subtle， 它就可以生出高清版本的这个图片，就会从1024变成2048。那它在生图片的时候，一次就只会跑一张出来，这个是把画质提升上去的特性。好，高清的图片出来了。右键 Save Image， 然后你就把它存在你的桌布。当你准备好了5个不同衣服的 AI 虚拟角色，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第3章节。
这里是第3章节，我们要拿我们的影片，拿 AI 角色，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到 Google 的地方搜寻 PIKA， 到 Pika 进来之后，你一样可以用 Google 登录进来，你会看到这个画面。有一点凌乱，有很多的功能，有这个 Pika Frame、Pika Swap、Pika Addition， 有很多种。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就帮大家全部排一轮。今天我们要用的功能是 Pika Addition。那我可以用几次？在右上角你的账号，你可以看到你的方案有几个点数。大家如果是第一次的话，应该会有80个点数。那生成一次会用10个点数，所以你有8次。那如果你想要这个没有浮水印，你希望生出来的是没有浮水印的话，你必须买到 Pro 的方案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为了在 Instagram 发影片不要那个浮水印，所以我就花了28块美金。好，回来，在这里你会发现你有3个东西要上传，一个是影片，一个是图片，那第3个就会是你的指令。那这个指令就跟刚刚的 Midjourney 一样，3个 W， 谁做什么在哪里，3个 W。 那这边我们就先上传我们的影片。那这边我准备的影片是现在你们的后面，就是这个画面就在我的旁边。那在上传影片的时候，有几点要注意。第一个，它不能超过75 MB。不过它生出来的影片都只会有5秒钟，所以你只要上传5到10秒的影片，基本上都不会超过75 MB。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是，你的影片不可以低于5秒钟。所以如果今天你4秒钟的影片，你是完全丢不上来的哦。所以我这边选我的影片。那这个影片它总共有7秒，但是最后 Pika 在生成的时候，它只会有5秒钟。所以你不能低于5秒，但是如果你高于5秒，它最后也只会拿5秒钟的素材。那这边的图片我们刚刚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，就会是一个非常标准、非常适合用于 Pika 的图片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图片点下去。那这边的指令你就要写谁做什么在哪里，所以我就可以说 A girl wearing jacket sitting on the sofa， 像这样子，你就按送出。你到 My Library 的地方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正在生成当中，通常会需要5到10分钟，就看当下有多少人正在使用。那给大家看一些之前的作品，其实 Pika 它是不了解物理世界的，所以它很容易生出一些很夸张的东西，这很正常。所以给大家看，像这个，它没有办法走路，可以，但是会怪怪的。然后又或是说给大家看这个，对，然后这其实会需要有很多的测试。然后你看到这个没有身体，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，Pika 因为不了解物理世界，所以我会建议他的动作尽量是静止的，坐着或是睡觉，又或是坐着挥手，我觉得是整体测试下来他比较能做的事情。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，他是把整个影片重新生成，所以你的脸其实也会有一些变化。给大家看，有一些像这个就还可以，这个我的脸就没有变太多，但你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变化的。然后你可以看，比如说像这个就变得比较多，所以其实你会需要去测试。那我解决这一件事情的方法就是我直接戴口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所以你会看到在那个影片里面，虽然有些画面是我跟他一起，但通常是我戴着口罩，
然后如果是只有我的话，我就可以直接用，因为那个影片不会被丢到 P 卡，我就可以不用戴口罩。所以在生成这样子的影片的时候，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技巧在。欢迎来到最后一章，第4个章节。在这个章节，我会分享我是用什么剪辑软体，然后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想法去做这个影片的剪辑。那我本身不是剪辑专业的，所以如果你是很厉害的剪辑师，又或是你自己有学过一些专业的这种拍摄技巧，我们可以再多交流。那这个是我自己观察下来，在做这个拍摄的时候啊，我会希望是有对比的，每一个画面之间是有对比的。所以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给你的心法是，如果前一个画面是长距离，如果是可以看到整个大环境的，下一个画面就会是特别近，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对比感，所以你就会突然很大，突然很小。然后第二个技巧是，我会让这个人可能是坐着的，下一个画面就会是他突然走路的，所以他也能够做出对比。所以不管是长距离变成短距离，又或是他从动到从这不动到动，我觉得都会是一些不错的练习方法。那最后就是去拍一些那个环境的小东西，所以像我那个时候拍，就是拍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些物体，一些代表性的物体，又或是说我去拍一些街道上一个比较有趣的视角，这样往上去拍，那个感觉氛围感就会出来。那这边也很多人问我用的是什么字体，我用的是沉鱼落雁体，那连结我也一样会放在下面。那我在这个色彩的调整啊，用的这个滤镜是我自己拉出的一个有点偏黄色调的这种回忆感，然后我再用一点 Gaussian blur， 让它看起来有点更回忆那种朦胧感的感觉。因为在回忆的时候，通常那个画面都不是很清晰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关键字如果大家要学的话，大概是 grain， 然后 film overlay 跟 Gaussian blur。是大家可以去玩的一些东西，那我也会把这些关键字都放在资讯栏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。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我拍这部影片花了多少钱，就像刚刚说的，在皮卡那里我花了$28，然后在 Midjourney 因为我一直在生出一个我最喜欢的角色，然后让这个角色穿上很多很多的衣服，所以1个月我是花$10，然后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用了，所以我就真的用掉了$10的200次，然后我又额外再加购了$8去买更多的次数。那最后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跟大家分享，你如果在 Midjourney 啊选方案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里它写1个月大概是200次，但是在进阶方案的时候，它写的是时间。它的15小时不是你的15小时，它在每生成一张图片的时候，它是用时间去计算的。那200张图片，就是这个200次啊，我记得是3个小时，所以这个就是5倍。那你就换算下来，大概$30可以生成1000张图片，大概可以这样算。但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它在这个基本方案的时候会把它改成小时。那这个比较有趣的是，你在进阶方案呢，它有 Unlimited Relax Generation， 因为我们刚生图片生很快，但是如果你不追求时间，你可以晚点带回来，它就有一个免费让你，也不是说免费，就是你的付费方案可以生很慢，然后可以让你无限生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，如果你用量非常非常大，你再升级上去到$301个月，如果你1个月没有办法升超过200次，你就保留在 Basic Plan 就好了。最后这个补充给大家。那欢迎大家在生出任何你喜欢的影片之后，可以在 IG
或是在 Discord tag 我们，然后我就可以来看看大家做的怎么样。那就这样子，我们之后其他影片见。